在这个星球上，曾存在许多人类已知与未知的文明，他们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进步与进化。文明的毁灭与诞生是这游戏的一部分。如今，人类又快走到文明的关键点，极端气候的发生、AI 的快速发展、人口结构的改变，人类面对的只是更大游戏的一小部分。人类已逐步走向一的法则的进化版本。看看那些渐渐只剩空壳的宗教组织，那些渐渐觉醒却不知所措的人们。然而，有些真理与修炼如琥珀被保留了下来，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的觉醒者。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大家好，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我是阿吴。上一集我们说到了庄子拆解比喻词的人我关系，其实这当然不只是用在比喻词，更是可以用在所有二元对立的例子上，只不过人与我是最核心的问题，还有一个也是关键之处，那就是男与女。若学人可以利用庄子的太极阴阳之道，在静心时加以练习，能量的觉醒便指日可待了。接下来庄子在其物论中要继续用他的手术刀去拆解分析我们脑的运作模式。有些人看庄子接下来的言论，感觉像是反制的，像是要我们丢弃那已经习以为常的思考模式，像是要颠覆我们原来的思考惯性，那会让我们的大脑感到不可思议。人们会想，你把这些都拆解了，那我们的日常生活要怎么过下去呢？人们会觉得荒谬、可笑，甚至愤怒。其实庄子只是想清楚明白地告诉你，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思考模式是怎么掩盖住那些真实的世界，并不是要你丢掉你现在头脑的思考方式，而是要你明白这个机制的运作方式，明白除了这个机制外，其实还有更广大的世界是你未曾体验的，明白世人虽然眼睛在看，却如同瞎子，虽然耳朵在听，却如同未听，虽然在说话，却从未说过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庄子对于我们的大脑运作模式提出了挑战。用名相去指物的指来譬喻这个名相的指，不是所指之物的自身，还不如干脆不用指，去表明这个指不是物的自身。用马这个名词去譬喻名词的马不是真正马的字体，还不如干脆不用马的名词去表明马的名词不是马的字体。天地虽大，抽象来说也像名相的指一样，是一种称谓；万物虽多，约归来看，也像名词的马一样，是一种指称。虽然都已经翻译成白话文了，但大家可能有点听不太懂庄子大大在说什么，想表达什么，就让阿吴来解释一下吧。这里开始要来挑战你习以为常的思考模式了，你的头脑一定会说，这也太无聊了，整天讨论这种不切实际的理论还是哲学的思想的，都不用工作了哦，热模闲是不是啊？不，此时你不能听头脑的这些调侃，这看起来无聊的话题，却是你能否睁开智慧之眼的关键。阿吴尽量讲的白话一点，大家不要睡着喽。庄子为我们点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必须要很严肃认真的去看待。首先，我们的头脑需要许多程式码与代号来运作，所以它需要把你看到听到的任何东西都给它一个代码，它借着输入进代码及其相关资料后方能运行，这个代码就是庄子说的指称。例如，我们把在野外看到一株很漂亮的花命名为玫瑰花，玫瑰花就是这种植物的代码的指称。于是我们可能会输入更多这朵叫玫瑰花的相关资讯，例如它的学名是什么，
科属分类，它的原产地在哪里，适合生长的气候、日照、土壤、水分等等。我们输入这些相关资料进大脑后，你的大脑会很满意，它会说，哦，我知道玫瑰花是什么了。往后你的生活若有需要和人讨论玫瑰花时，头脑就会调出那些资料，你可以和别人侃侃而谈，因为你是多么知道这朵花。一切到这里都没问题吧？这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看待事物、与人聊天讨论的日常。但庄子要挑战你的是，你真的知道玫瑰花吗？你只是把这花设定为玫瑰花这个名字，然后它的一些数据资料，但你真的了解这花吗？你知道它的刺是怎么形成的吗？它的花瓣颜色又是怎么形成的？这颜色对大自然的意义，它的花瓣成长为何是遵循一种叫黄金螺旋或斐波那契螺旋的规律？这代表着自然界的什么现象？它的花香为什么是这个气味等等。其实你对这朵名为玫瑰的花一无所知，你只是看看书的介绍，和情人节到花店买花时看过而已。但你的头脑会说我知道玫瑰花，可是他知道的只是一种非常零碎片段的数据而已，不是吗？这就是我们头脑的运作模式，它学习一些知识，取得了许多代码与代号，甚至在这些代码上建立了许多逻辑与算式，然后告诉你他懂了，他了解了，他明白了。然后多数人的一生都沉浸在这样的数据代码和所谓的知识中。你真的了解一朵花吗？你真的了解一只猫、一只狗吗？或是你旁边那个人吗？你真的了解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吗？不，你根本不了解。其实你对生命一无所知，你知道的只是那些片面的数字资讯。你甚至不了解你自己的身体，不了解你的大脑，因为任何生命本身都是奥秘，都是最神秘的现象，都是神的奇异恩典。当你越尝试去了解，当你越深入，你会发现你完全不明白它是怎么出现及怎么运作的。量子力学、弦理论或多重宇宙理论、模拟宇宙假说等等，人类到现在仍然无法知道生命与宇宙是怎么一回事。你的大脑里的那些代码，只是为了要让我们生活更加方便而已。这很好，很有效率，但你需要明白的是，其实它对你眼前的所有事物，尤其是生命一无所知。头脑只是用最便捷的方法把它们设为一个个代码而已，你需要去明白并承认这一点。即使这是多么显而易见，但多数人们才没这么闲工夫去理解头脑的这个模式。他们忙于生活，以为自己知道很多，其实他们知道的只是一连串的代号、代码和数字而已。这些和真实的事物其实是有落差的。更荒谬的是，人们终其一生就用这些代码在和他人互相争斗争吵，在代码与代码之间又可以衍生出更多的次级代码，没完没了。这就是我说，多数人都活在头脑计算机的回路之中，从没有好好去感受过这个世界，看见更真实、更神圣的世界。所以庄子说，这些名相都是人们的一个指称，一个称谓，人们只是因方便去取一个代号代表这一只马而已。但最后人们只认得了简单的代号，以这简单的代号就取代了真正马这个生物的各种生命奥义。这只是用一只马来举例，实际上万物都是人们的指称。人们把万物都编列了代号，然后就活在这些代号之中，看不到生命真正的恩典和奇迹了。所以庄子说，与其使用代号而迷失其中，干脆不要用这些代号了。但我们活在这个人类社会中，不可能不使用这些指称、这些代号，但我们需要去深入明白头脑的这个机制。当你明白了这个机制后，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对于很多事情都是无知的。
但各位别灰心，神奇的是，当你因着明白这个头脑的代码机制，而由衷感叹自己是如此的无知，你就开始从头脑中的代码解脱出来，渐渐不再受它权威的绑架，从而可以看到更真实的世界，在修行上也比较容易得定了。当你保持在这样的状态久了，你就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把自己清空，这就是在向宇宙递出邀请，那么灵性神秘的事件就会发生在你身上。当你准备好了，神会来找你的。历史上有很多智者说过这无知的智慧。老子道德经71章，知不知，上也；不知之，病也。真正的智慧在于知道自己不知道，以为知道却其实不知，才是真正的愚昧。还有那句著名的苏格拉底 Socrates 说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柏拉图 Plato 也说过，真正的智慧是知道自己的无知。而当你知道自己的无知，你就不会自以为是。当你不再自以为是，你就慢慢的解开人我之间的关卡，那么一切二元在你的心中都会慢慢溶解在一起。庄子这里的说的万物指称，是要破解你困在头脑的迷宫。这可是一个大法门，一个很棒的切入点，大家一定要好好在日常生活时面对任何事物都可以好好的来练习。这个练习阿无称破解头脑代码法门，又称我什么都不知道法门。以下为该法门步骤。首先，一，在你身边附近选好一种动物，可能是你家养的猫猫或狗狗，或是路边遇到的猫狗或小鸟，任何生物都可以用来当做目标练习。二，用10秒到20秒的时间去想想你对这个动物的认识，这些知识都是你以前曾输入进头脑对于眼前这生物的代码，你需要有意识的去具体化这些代码，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种资讯流，就像画面这样流过你的头脑。三，再次看看你眼前的生物，然后在心里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认识的只是一连串的头脑代码，而不知道不了解眼前造物主所造之奇迹。现在我愿意用全新开放的眼睛去看那真实，那神秘。多多练习这个法门方法，可以慢慢让你变得谦卑，摆脱头脑的愚弄，承认自己的无知，并打开智慧之眼。大家要好好练习哦，这个练习非常重要，常常练习可以有机会得定和开启第三眼哦。有什么心得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先降，拜拜。変えても雨ちょうだい